据英国《金融时报》31号的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决定不再给向中国企业出口技术的美国企业发放出口产品许可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这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种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近年来，美国一直利用各类政策工具对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实施打压。去年10月，拜登政府全面限制向中国企业供应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2个月后，拜登政府又将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上周，美国、日本、荷兰3国又就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和先进半导体技术达成协议。美国不断拉拢盟友与中国脱钩断链，本质上是想为自己的产业振兴争取时间。在打压中国的同时，也在管理盟友们的科技产业竞争力，确保美国的优势。对此，美国的盟友们其实也心中有数。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说，荷兰、日本虽然在限制芯片出口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但是东京和海牙担心此举会被视为奉行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的美国政策。加之全球产业链分工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美国的利己政策已经损害了盟友的利益，已经把国际的一些游戏规则还有一些公理啊，已经抛在一边了，就是赤裸裸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他的盟国、他的这些盟友来表达态度的话，确实是难为，因为这些国家跟中国没有这样利害冲突，或者说有矛盾，但是主要是合作的。这样的结果呢，会让他们这些国家在这个当中是左右为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一意孤行是会遭到抵制的。或明或暗的抵制，或强或弱。去年，美国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计划为半导体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补贴，通胀削减法案则为包括电池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提供600亿美元补贴。欧盟和韩国都认为，相关政策会对本土的高科技制造企业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外媒日前报道称，欧盟已经计划通过放宽国家援助的标准，以及推出税收减免政策来回击通胀削减法案。而韩国并不想在中美的科技竞争中选边站。一方面，韩国及其企业是美国构筑排华供应链体系的重点经略对象，可以享受部分拉拢的优待。但从现实来看，韩国科技产业在原材料、物流、市场等方面深度依赖中国，中国至今仍是韩国最主要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韩国国内还有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在加大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对于韩国而言也是难得的获利机会。同时，中国也在通过推动 RCEP 或者是参与 CPTPP 等多边自贸协定，构建更为多元和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尤其是 RCEP 在税收领域采用的原产地累积原则，将大幅降低跨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非常有利于在整个东亚区域形成完善的供应链以及产业分工格局。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指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敌对政策整体上将损害美国的相关产业，因为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良性循环是建立在大量研发投入和跨国市场之上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制裁已经令美国企业损失了2400亿美元的市值。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秦刚外长给沙特、阿根廷、荷兰3国外长通电话。荷兰宣称与美日一道对华进行芯片技术出口限制，中方为何仍以礼相待呢？主持人好，我觉得呢有3重原因：一是中国秉持的是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希望呢与各国合作共赢，即便呢荷兰有对不起中国的地方，能够合作呢还是要争取合作。外交的目的呢就在于加强合作，减少分歧，降低对抗。中国呢能体谅荷兰的一些难处，没有美国的强力施压呢，荷兰可能不会限制对华芯片技术出口。荷兰呢也的确抵挡过美国的要求。二是中方呢也对荷兰呢敲了警钟，希望中荷2国呀共同的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持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这呢就是在批评美国的贸易和技术限制措施，提醒荷兰呢不要成了美国的棋子。3呢是敦促荷兰能够纠错，那么在今后的中荷经贸和技术交流上，遵循国际规则，灵活处理具体问题，
不要呢伤害了自己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增长预测，说呀，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9%，其中呢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增长4%，而欧美发达国家呢则只有1.2%。那么其中呢特别看好中国，说中国经济呢将持续的增长，今年的增长率呢会达到5.2%。这个数据啊，荷兰呢是一定会看到的。想来呀，他们也是不会错过中国经济列车的。那么在对华芯片技术出口问题上呢，就得三思而后行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了韩国访日本，希望加强北约与东亚国家的伙伴关系。您认为韩日今后会被卷入北约组织吗？韩日能经受得住北约的核诱惑吗？北约秘书长访问韩日一个关键的目的呢，是伸手要武器，以补足欧美的武器缺口，把乌克兰战争打下去。从俄乌军事冲突的进展看，现在呢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而欧美呢能够提供的武器比较有限，于是呢就出现了这个美国呀发动北约各国呀向乌克兰捐赠坦克这样的事儿。以前呢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大国军援乌克兰，我们呢因此看到北约秘书长到韩国，马上呢就督促韩国呀修改武器出口法律，加强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那么他到日本呢，也是率先参观航空自卫队基地，很像呢是在检查日本都有些什么武器可提供。F-15G 战机、爱国者导弹、C-2运输机等等都出现在报道中。其实呀，这个韩日通过第三国呢，已经在间接的对乌军援，不过呢是一些非杀伤性装备。现在呢，北约秘书长要的是飞机、大炮、坦克等战争武器。那么，为了让韩日呢多贡献一些武器，他呢首先是抛出这个核诱惑，说北约呢有核武共享计划；二是呢拿出北约协防论，说北约呢将一直保持核同盟性质。这个韩日没有核武，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这个北约同盟显然呢有把韩日拉入北约组织的意图。去年7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11月呢，韩国设立常驻北约代表团，所以这个韩日会不会呢被卷入北约，是值得观察的大事。我个人的估计是，这呢要看俄乌冲突的结果，也要看朝核试验的进展。这个韩日呢有加入的冲突，但是呢并不迫切。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